那熟悉 PC 的朋友们应该对于 AMD CPU 的独门秘籍 X3D 缓存不陌生吧？有了 X3D 之后啊 ，CPU 的游戏性能是堪称飞跃了。去年的9800 X3D 和9950 X3D 就在台式机上给我们好好秀了一把，而现在啊，这个 X3D 缓存也终于登陆笔记本的9000系锐龙了。我们今天要评测的呢，就是锐龙9 9955HX3D， 这个算是笔记本端目前最强的一颗处理器了。那它到底有多强呢？对于笔记本用户的意义到底大不大呢？我们今天啊就会来好好看一下啊，顺便啊也会对比一下没有 X3D 的995HX 和隔壁的285HX。那么废话不多说，赶紧开始今天的节目吧。那先来聊一下995HX3D 这颗 CPU 好了，它其实就是把台式机端的这个9950 X3D 下放到了移动端。两组 CCD 由台积电4纳米打造，总共16个 Zen 5全大核其中的一个 CCD 上呢载有64兆的 3DV Cache， 总共给到了128兆的 L3 缓存，属实是缓存管够了当然，笔记本上的 PBO 相比台式机肯定是要低一点的。还有一个改进，我们以前讲过，就是这一代的 X3D 把缓存放到了 CCD 下面去了，不会像以前那样再给这个 CCD 盖一层被子了。那么积热问题也是大幅改善了。当然，积热这个问题在笔记本上本来就没有像台式机那么严重，毕竟频率要低一点，本来就对导热要求没有那么高啊。那现在的笔记本的9000系锐龙有一个问题，就是内存控制器强制1:2的分屏，目的是为了降低 I/O 功耗但还是比较影响普通995HX 的内存性能的。所幸这个大缓存的 HX3D 它不太看重内存性能，就是影响还是比较有限的。这次我们测试的995HX3D 搭载于微星的泰坦18 Pro 锐龙版2025上，这台机器是真正字面上的游戏本天花板了。CPU 995HX3D， 显卡是笔记本的5090，64G 内存加2TB 的 PCIe 5.0储存，屏幕是一块3840×2400 120赫兹的迷你 LED 屏。甚至它连电池都给到了99.9瓦时的满格规格，国补前的售价36999，那我也确实找不出一台比它配置还高、还更全面的游戏本了。这个目标人群是非常清楚就是造出来给富哥们买的啊。这是它内部的一个布局，7热管双风扇。性能释放方面呢，狂暴模式它可以做到双烤85瓦加175瓦，自动风扇策略下呢，风噪可以控制在52.8dB， 散热也是相当给力了。我们这一次对比的其他 CPU 所采用的机型也都是微星的，285HX 的泰坦18 Pro 和搭载了995HX 的雷影18。很可惜啊，市面上的995HX 机型并没有采用5090显卡的，最高端的这台雷影18用的也是5080。虽然不影响我们测 CPU 帧，但有必要跟大家讲清楚啊。那为了控制变量的测出 CPU 强弱，我们这一次测游戏是排除了机器散热释放的一个差异，用内部工具手动控制了 CPU 的 TDP， 分成3档功耗来测那第一档呢是完全不受限解除封印这个实际上没有任何市面上的游戏本这么干是我们手工解开来的，就只是想看一下大家都放开跑满是什么样的性能，什么样的功耗。第二档是80瓦的 CPU， 对应的就是现在真旗舰游戏本正常的双烤水平。第3档65瓦的 CPU 对应盖板旗舰本或者是稍微轻薄一点本子的这个双烤的水平匿名批评一下，今年某些旗舰本甚至都到不了65瓦这个水平了所有的 CPU 游戏测试我们都会尽可能的用1080p 低画质降低显卡的压力，让 CPU 平静，这样能测出真正的 CPU 帧，不然你测出来的成绩呢就会混进显卡带来的影响，这个毕竟是一个 CPU 评测嘛。但是光测一个 CPU 差距，不测用户真正会用的画质设定呢，可能对于广大玩家来说，这个参考价值就会很有限了。我感觉你们可能会不太满意，对吧？尤其是笔记本的话呢，最好还是得测一下用户实际会跑的画质。所以我们这一次也加入了2K 分辨率的测试。对于竞技游戏来说呢，就是 2K 合理画质；而对于3A 游戏来说，就是可能 2K 最高画质开 DLSS 的情况，对吧？正常看一下玩各个游戏的一个对比看一下这个 CPU 性能的强弱，在大家真正用这个正常画质、真正玩的时候，还会不会影响到游戏的这个帧数会不会由于显卡太弱而导致 CPU 拉不开差距那关心 X3D 的同学应该大多还是游戏玩家，那就先开始我们的1080p CPU 游戏测试好了，对比看一下。一上来我们就玩了这种大缓存处理器最擅长的竞技游戏 CS2。我们没有使用社区 benchmark， 而是用一场实战的录像来测试，这个压力会比 benchmark 大很多那我们主要对比的呢，就是80瓦中间这一档。结果毫不意外的，995HX3D 在这里是断档式的领先。
446的平均帧啊，相比另外2位高出了80帧啊！这种吃优的游戏，X3D 性能果然是非常离谱。无X3D 的995HX 倒是和285HX 性能接近，唯一的区别是285HX 在功耗受限的情况下，性能基本就没有什么影响，而 AMD 的2个机器呢 ，CPU 跑65瓦，稍微会有一点点影响啊。那其实 CS2 还不够夸张啊，X3D 最拿手的呢，还得是那些吃内存性能的游戏，像是吃鸡。哇，这个344帧的平均帧，相比285HX 几乎翻倍啊，这个太离谱了。尤其比较1%low 帧，X3D 是完完全全掉不下120帧啊。那另外2位都是不到80的 low 帧，这个流畅度真不是一个级别的啦。普通的995HX 在吃鸡里的表现也要略微强于285HX。Arrow Lake 对于这种内存敏感的游戏真的是蛮吃亏的啊。另外啊，就是释放强、释放弱，总体来说对这3台机器的吃鸡性呢影响是比较有限的。只是这个995HX 你们也看到了，这里出现了很诡异的一幕啊！这功耗强全解锁之后，反而性能还缩水了，这完全不科学啊！那我们排查原因啊，就发现是因为功耗强放开之后，16核火力全开，这个游戏进程呢反而就更容易跑串到2个 CCD 上了，引入额外的跨 CCD 延迟，性能是不增反降啊，也是蛮让人无语的。相对来说，在3A 游戏里 ，Arrow Lake 的表现倒是还行。像《天国拯救2》的话，我们在 CPU 压力比较大的库腾堡、闲逛，285HX 至少没有比995HX 跑得差，110帧的1%low 帧呢，也已经不太容易比显卡更早平静了啊。但是这个 X3D 呢，依然是握有绝对优势的，130帧以上的 low 帧还是要更舒服一点啊。接下来，赛博朋克2077，我们不使用 benchmark， 而是测了对 CPU 压力更大的狗镇开车场景。这是为数不多 Arrow Lake 表现不错的游戏。285HX 呢，总算也是甩开了995HX，虽然还是打不过 X3D， 但差距确实是有所缩小啊。考虑到2077没几个显卡能原生帧跑120以上，这个 CPU 表现基本不太会有什么影响的。回到 FPS 游戏《使命召唤：黑色行动6》，这一下又是9955HX 3D 的主场了，平均帧300帧以上，让995HX 和285HX 都望尘莫及，甚至 X3D 的 low 帧啊，都比另外2位的平均帧来得更高啊，这是相当离谱了。另一个 X3D 尽显优势的游戏是《博德之门3》。995HX 和285HX 这2位的 CPU 性能都不足以在第3章的下沉区这种 CPU 高压场景跑到60帧的1% low 帧，时不时能够感觉到一些小卡顿的。那 X3D 相比之下就非常逆天了，平均帧高一大截的同时 low 帧也高了不少啊。那最后我们测了 P 社的策略类游戏《维多利亚3》，游戏内计算1年的时间。那 P 社的游戏普遍吃不了那么多核，除了天际线2那种怪物之外，其他策略类游戏 285HX 倒是不落下风啊，比起这个995HX 还要更快一点，略逊于 X3D。这个 CPU 帧测下来，感觉995HX 3D 确实还是延续了台式机上的 X3D 的那种强势啊，尤其是吃 U 吃内存的游戏，它是有巨大的领先幅度，可以说是游戏发烧友的一个终极选择了。而995HX 和285HX 这2位呢，应该说是互有胜负吧，总体是差不多的水平。至于不同功耗、不同散热、不同的性能释放啊，在这一代的 IU 和 AU 的游戏本上，好像都不会有特别明显的性能差别啊。AU 的功耗不够，会稍微的受一点影响，也不是特别大。说实话，这个有点拉平了各家 OEM 的高端和低端模具之间的这种差距。这一代哪怕你用稍微烂一点的模具，只要显卡释放够，可能也差不出太多的性能吧。那么问题来了，我们上面都是1080p 低画质，专门为了跑 CPU 帧测的项目。如果在大家正常会玩的 2K 分辨率比如说 3A 跑高特效的情况下，就以笔记本显卡的性能，会不会这些 CPU 都拉不开差距呢？我们这一次也专门做了测试啊，甚至在995HX 3D 这一台泰坦18 Pro 上呢，我们还特意测了关 CCD 的2种情况，一个是只留 X3D 的核心，一个是关掉 X3D 的核心啊。我们来看一下，如果是一些高帧率的电竞游戏，那么 CPU 的影响还是挺大的啊。像 CS2，哪怕我开2K 中画质，对于笔记本的5090来说，还是很难撞到显卡瓶颈。CPU 依然是影响帧数的一个关键因素啊。最有意思的是，关一组 CCD， 把它当成9800HX 3D 来用，性能居然会高很多啊！看来这个双 CCD 的调度或多或少还是有点影响游戏性能的啊。那吃鸡的情况也是类似，像 2K 开到常用的3极致画质啊，这个5090 Laptop 呢也是撞不到显卡瓶颈的。X3D 的提升依然非常的明显。
并且只留X3D 那组 CCD 也是能显著提升性能的。至于其他一些跑不到那么高帧的非竞技游戏，就如同大家想的那样 ，CPU 的影响就比较小了。《天国拯救2》跑 2K 最高画质 DLSS 质量档，通过关 CCD 变成9800 HX3D， 还是能些微有一点点提升，但是又非常有限吧。120帧这个时候呢，主要都是显卡瓶颈了 ，CPU 可能也就对 low 帧会有一点影响。COD 跑 2K 同样的帧率就完完全全是显卡瓶颈，两台机器各种设置下都没有任何区别。2077就是最典型的显卡杀手游戏，在 2K 下哪怕不开光追，不同 CPU 之间的平均帧都跑不出什么区别，也就关 CCD 的 low 帧能稍微强一点啊。开了光追之后，那就完全没差了。黑猴更是如此，2K 分辨率不开光追也好，开光追也罢，显卡瓶颈下大家的帧数都是完全一样的。CPU 对于这种游戏和 2K DLSS 质量档级别的设定来说是不会有任何帮助的。包括怪物猎人荒野情况也差不多，正常的 2K 设定下，这也是一个纯显卡瓶颈的游戏 ，CPU 好坏都不太会影响性能。那我觉得你买 HX3D 的机器之前，肯定得先扪心自问一下，你玩的是不是那些高帧竞技游戏啊？你是不是想追求再高的帧数？如果你是像吃鸡呀，还有 CS2这种竞技玩家，追求高帧的啊，或者是一部分很吃内存性能的，比如说战略类游戏吧，那 X3D 对你来说就会非常的有意义啊。而对于大多数的3A 来说，肯定还是显卡更重要一些，尤其是笔记本 N 卡今年能效这么烂的情况下呢，绝大多数的3A 跑在 2K 或者4K 分辨率，肯定都是撞显卡瓶颈的啊。那你选哪家 CPU 其实就完全没区别了，可能找一个你更喜欢的 OEM 啊，或者是你更喜欢的模具才是王道。如果是搭配5070 Ti 或者更低档的显卡，我甚至会推荐一些，比如说 N-1代的 CPU 产品，像是8940或者8945 HX 之类的，对吧？其实跑3A 并不会比 Ultra 或者995的机器差多少啊。那当然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不限预算的副歌，我就是要最好的，花多少钱都无所谓。那么这一台995 HX3D 加5090的泰坦18 Pro 锐龙版，确实就是现在最好的啦。只要你买得起，它什么都给你了。那还有就是对于纯臭打游戏来说，关一个 CCD 把它变成9800 HX3D， 确实是会变得更强的啊。讲完了最重要的游戏，我们也做了一些专业的测试啊。其实跑专业测试的话，今年的这3个旗舰 U 差别不会太大，就算是针尖对麦芒吧。Cinebench 223这3台机器都是差不多4万分的多核，285 HX 的单核要稍微强一点点。曲线的话拉出来是这个样子的。专业软件里的这个多核能效啊，还是 AMD 这边更胜一筹啊！反正大家比起14代的电老虎都要强太多了。Blender 测试3个处理器是伯仲之间，都开这个野兽模式的话呢，995 HX3D 总体略微更强吧。Speedometer 3.1的浏览器测试反而是995 HX 更强一点。7-zip 的压缩好像3个旗舰都差不多，但是解压性能算是 Zen 架构的传统强项了，比 Ultra 那边强了不少啊。最后 Adobe 的生产力，雷影18由于是5080的机器 ，PR 和 AE 跟2台5090比会有点吃亏。如果是995 HX3D 和285 HX 比的话呢，他们的 Adobe 性能是大差不差吧。AMD 的 PS 强一点，但是 PR 和 AE 的视频剪辑还有特效呢，英特尔这边还是不落下风啊。反正专业性能上，这一代的 IU 和 AU 算是很接近的啦。这个视频看完，大家对于 AMD 这一次锐龙9 995 HX3D 应该已经很清楚了。毫无疑问啊，它就是目前最强的笔记本 CPU， 专业性能和995 HX 还有285 HX 不分伯仲，而游戏性能则是异军突起。单论 CPU 帧，绝大多数的游戏都远远强于英特尔平台。只是现在笔记本的显卡还不够强，所以对于3A 来说，实际玩的时候呢，可能瓶颈都在显卡上面，你就体会不到 CPU 的区别了。X3D 最能发挥长处的还是那些高帧竞技游戏啊。另外就是果然不出所料，双 CCD 调度确实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所以追求极致游戏性能的话，最好还是关掉那组没有X3D 的 CCD。好在微星的笔记本它的 BIOS 是很容易解锁，也很能折腾的。如果 BIOS 不给关，或者你不想牺牲它的这个多核性能的话呢，你就得通过 Process Lasso 来绑核了。好了，以上就是本期995 HX3D 评测的全部内容了。如果你觉得有干货有用的话呢，一定要给我们点赞、收藏、支持我们，别忘了关注我们频道极客欢。那我们下次再见啦，拜拜。